谁能想到在宠娃这方面，长隆居然遇到劲敌了？都知道香港出生的熊猫宝宝满月了，海洋公园几天前就开始敲锣打鼓的准备，足足向游客派发了815份猪脚姜，而这个数字也是姐弟俩的出生日期。估计长隆官方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在宠娃这条赛道上也是遇到劲敌了。长隆好歹在媚猪出生半个月度过危险期后，才开始铺天盖地的在各种渠道搞宣传，而盼仔盼了20多年的香港根本不想藏，尤其还是盼来了一对龙凤胎幼崽。当天深夜特首就激动发文宣布了好消息，海洋公园更是大半夜召开记者发布会炫耀，同时还不忘给光棍俱乐部栾栋发去喜讯，气得栾栋回复晚上睡觉最好睁只眼闭只眼。此外，海洋公园火速开通了专属账号，每天坚持上传熊猫幼崽的最新动态，满满的喜爱和自豪感简直扑面而来。而为了让大功臣莹莹安安心心坐月子，园方直接把熊猫馆闭馆暂停营业，就连不用带娃的乐乐爸也跟着坐了月子。毕竟熊猫宝宝的出生也有他一份功劳。因为他们要休息嘛，今天他们不会再开。而赚奶粉钱这事就交给饲养员去做。只见奶爸美滋滋的拿着熊猫宝宝的海报，跑到海报馆里跟游客宣传，骄傲的仿佛熊猫宝宝是自己生出来的。而大梁奶爸带媚猪出来晒太阳时，看着众多举着手机兴奋拍摄的游客，他的表情简直和香港奶爸如出一辙。果然是自家的孩子自家宠，因为19岁高龄的莹莹是首次当妈，起初她并不知道如何把幼崽抱在怀里喂奶，但母性很强的她又舍不得把孩子放下，只能轻轻含在嘴巴里，着急的变换姿势。好在有中心专家和动物护理团队在，他们在仿真玩偶上抹了幼崽的尿液和粪便，这样既不伤害幼崽，也能让新手妈妈练手。莹莹也很给力，很快就学会了标准带娃姿势。如今莹莹已经学会辣妈式单手抱娃，就算躺下休息也不会耽误孩子吃奶。而健康长大的姐弟俩也越来越可爱了。姐姐熊摆出了咸蛋超人的招牌动作，弟弟熊则喜欢冲镜头挥舞小手打招呼。饲养员帮忙排便时，他嘴角带着笑意，就连睡觉都感觉是在做甜甜的美梦。总感觉这小子长大后又是一个狐妹子。不得不说，香港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。再过1-2个月，不仅能看到新的大熊猫，满百天的熊猫宝宝也该正式跟游客见面。到那时，海洋公园不知的热闹成什么样。如果生个娃不是为了玩，那将毫无意义。大熊猫萌萌带萌兰究竟有多离谱？因为萌兰长相可爱，像个毛绒玩具，萌萌也不管它能否承受汹涌的母爱，抱起来就是一顿嬉戏完，扭头就走。独留萌兰躲在墙角，两眼无神，口吐白沫。有时为了逃避被老妈玩弄的命运，萌兰故意躲到高高的假山上睡觉，结果没一会，萌萌循着胃就找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要把好蛋儿带回去。但萌萌仗着自己占据地势优势，牛气哄哄的表示就算是跳下去也不回家。结果下一秒就如他所愿，两熊双双跌落。看来就算是熊猫界也不能乱立 flag。而为了让自己能够平安长大，小熊精萌兰在妈妈面前飙起了演技。当萌萌左右徘徊犹豫是否要叫醒她时，萌萌儿始终稳如泰山的装睡。最终萌萌的母爱战胜了猫瘾，而就在萌萌离开的那一刻，装睡的萌兰立马狗狗碎碎的抬起头，看看又有哪个大冤种被盯上了。不得不感叹，与其说是萌萌生娃，倒不如说给自己生了个丰容。这天萌萌正开开心心的坐在树杈上，没眼力见的萌兰非要上来找妈妈，眼看不管如何劝阻，熊孩子都非要往上爬。无奈的萌萌只好下树给好蛋儿腾位置，没曾想一个手滑直接出溜了下去。好家伙，这可是曾作死一条蛇的大定啊！这招泰山压顶就差把萌兰回炉重造了。只能说萌萌平安长大也挺不容易的，但其实萌兰小时候也是个废头子。当萌萌站在假山上尝试爬面前的大树时，萌萌招呼着小熊友从背后偷袭妈妈，一头把萌萌撞下去，并来了个泰山压顶。只是最后被妈妈逮住拉到树后一顿胖揍。因为萌兰从小就不喜欢洗澡，每次都是萌萌生拉硬拽拖着她去洗，萌萌儿就站在岸上使劲咬妈妈的肩带，力气大到就差把这块黑色给砍下来了。不得不说，萌兰挨的每顿揍都是她应得的。当萌萌正慵懒地躺在假山边睡觉时，萌兰招呼着庆大从天而降搞偷袭，萌萌咬住妈妈的脚，庆大则捂住眼睛，无法施展体重压制的萌萌一时间落入下风。但萌兰和庆大的高光时刻很快结束，一转眼两熊就被萌萌压在身下。这下就算萌兰小手刨地使劲往外爬，也无法逃脱来自母上大人的压制。这天萌兰伸出小短手够栏杆外的苹果，可脸都挤变形了还是拿不到，萌萌儿只好跑去恳请老妈帮忙，承诺事后必有重谢。只见萌萌径直向小苹果走去，然后不假思索地塞进了自己嘴里，连奶都是吃老娘的，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萌兰只能悲催地扒着栏杆跪倒在地。果然姜还得是老的辣。眼前这只形状完美的妙脆角，就是光君大王辉宝的小短腿。要问光君大王的腿究竟有多短，他和姐姐小田瑞打架时，要跳起来才能勉强踢到对方的膝盖，而且对比姐妹俩的腿长，辉宝至少要比姐姐的腿短了1/3。当姐妹俩站在一起喝盆盆奶时，瑞宝直接像小山似的耸立了起来，衬得一旁的辉宝矮胖矮胖的。
明明姐妹俩玩的是同一辆跑车，瑞宝很轻松的就能把脚翘到前排座位上，而辉宝的小短腿绷得笔直才勉强够到。果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至于辉宝的腿为何会这么短，那绝对是艾女士的功劳。母女俩一模一样的短粗土豆腿，估计加起来就和福宝的腿一样长了。都知道场地内有一架儿童版独木桥，本意是给2个小家伙玩耍用的，谁料艾宝连续尝试好几次都没能成功，最后一个助跑才终于爬了上去。犄角旮旯里的辉宝看到后急忙追着艾宝跑，毕竟他用同样的姿势却仍上不去木桥，所以小家伙断定妈妈一定是有特别的技巧。虽然辉宝的底盘比姐姐矮了一截，但事实证明低也有低的好处。当辉宝和艾宝在独木桥上狭路相逢时，小光君一矮身子就能从妈妈身下钻过去，而瑞宝就需要被艾宝直接掀翻在地。有次辉宝为了证明自己的腿不短，想从门口的高台阶爬上去，可谁料僵持了很久，依旧是扎根原地。听到宋3岁快要憋不住的笑声，辉宝有些尴尬的扭过头去，心想一定是早上没吃饱饭的缘故，等俺光君大王歇歇再来。好心的宋3岁为了让辉辉长出大长腿，每天勤勤恳恳的给小家伙做拉伸，辉啊爷爷给你抻抻就好了。不得不说老宋真是操碎了心，虽然辉宝表面看上去若无其事，悠哉悠哉的享受宋氏按摩服务，可实际上他也在费尽心思的想办法，直接把自己的毛裤提到了嘎吱窝，可见光君并非腿短，只是袜子短罢了。不得不说瑞辉姐妹真的是完美小熊，不仅在体型上集齐了高矮胖瘦4个特征，就连性格也集齐了宝家族的所有特点。瑞宝性格沉稳恬静，但不失活泼，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，也是气得爱宝七窍生烟的废头子。而辉宝的性格更像福宝姐姐，甚至比福猪猪更调皮捣蛋。毕竟福宝只是偶尔会拔起一棵南川树，光君大王直接吃掉主打以绝后患。虽然辉宝如今还吃不了竹子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眼馋妈妈手里的，抢食的姿势和福宝一模一样。不得不说爱宝是会生熊孩子的，同样的福宝他足足生了3个，就是未来带娃有够头疼的。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饲养员不顾危险拯救大熊猫的场景。当时的卧龙距离震中仅有8公里，剧烈震动使巨石和山体源源不断的压下来，短短几分钟就让基地遭到毁灭性重创。然而在这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熊猫饲养员们却顾不得自身安危，一个个逆流而上，朝着熊猫宿舍奔去，只想救出他们一手带大的熊孩子。大家都顾不得自己的那种咋说呢，生命嘛。长圈就是2厘米的跟他跳进圈。平日需要2位饲养员抬的熊猫宝宝，奶妈咬着牙独自扛到安全区域。有的小熊受惊过度，拒绝任何人的靠近，饲养员就用食物慢慢将其引导出来。而那些爬上大树久久不肯下来的小熊，奶爸就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去安慰营救，把吓到瘫软的小家伙抬到安全区。因为塌方的山石掩埋了一部分兽首，心急如焚的奶爸们直接用石头砸穿墙壁，救出了当时只有1岁的哪吒宝宝晴晴。好在小家伙只是被吓到了，并无大碍。那个圈舍塌了一半，就剩了一小半，他一直躲在一个小的一个角落里面，我们就进去就叫他的名字，不怕晴晴，什么爸爸妈妈来了，你不怕，他就慢慢的放弃下来，我们就慢慢接近他，才把他抱出来的。当时还有一只受惊过度的小熊华，有奶妈抱起他安慰的时候，小家伙害怕的紧紧抓着对方的脊梁骨，锋利的指甲都已经陷入肉里。尽管这钻心的疼痛令奶妈面色苍白，但她没有放下华袄，而是抓紧时间进行转移，并像哄孩子一样温柔哄小家伙松开爪。开始时候孩子很紧张的嘛，反正就巴不得就不从身上下来，你想把他从身上放下来不可能，他就一直把你抓着去，感觉他在你身上比较安全一点。他那个时候就觉得那熊猫真的很烦，就像不会说话的娃娃那种感觉，他在表达他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东西恐惧。而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行动中，基地内63只熊猫有61只被安全解救，其中1只遇难，1只失踪。不幸离世的那只熊猫名叫毛毛，它在地震来袭的第一反应并非逃跑，而是去寻找自己的孩子。可惜被垮塌的墙体砸中，去世时才9岁。可以说没有这些奋不顾身的饲养员，就没有如今日渐壮大的熊猫种群。别看他们平日里肆意撸猫，令猫粉们眼红，但一遇到危险，他们也是真赶上。前段时间神树坪被泥石流堵塞道路，奶爸奶妈都是徒步跨过泥泞和乱石，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到达工作岗位，还会特地拍熊孩子的照片跟粉丝报平安。等到神树坪重新开放入园后，肉眼可见滚滚们精神抖擞，状态极好，就连假孕中的福宝都感觉更娇俏了几分，可见我们的奶爸奶妈有多认真负责。而也陪工作组的人就更辛苦了，不仅要每天翻山越岭的给熊猫母子投喂，还要在极端天气下亲自去确认孩子的安全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河流的汹涌和危险。没有责任心和爱心，哪里能坚持下去？这群饲养员也绝对值得我们认可和尊敬。